实我们现在已经service 很多 MNC， 就是那种国际公司，就是他们的 office 都是在马来西亚。比如说是谁？说出来吓唬我们一下。线上团建的时候，我们有 host 过 Google、Meta、Twitch， 这些都是线上，所以我们半夜的时候我们就 host 他们 Escape Room、Virtual、Amazing Race， 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就 host 我们的 Maybank、Petronas。有没有跟哪一个公司合作的时候，那个体验是特别好的？有最大成就感、最松一口气，就是我们做了1100个人的 event 的时候，然后那个 event alone 我们就捐了135张轮椅给我们马来西亚各州的慈善机构。你要去处理这1100多个人这个动线流动，然后我们只用了50人，用50个人应付这1000多个人，所以科技很重要。没有科技，没有创新的活动，我觉得客户也不怎么选我们。ATAC 作为一家专注于团队建设的公司，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凭着独特的服务和创新的理念，成功脱颖而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他们公司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团队建设，帮助企业团队提升凝聚力和工作效率。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针对顾客的需求去客制化不同的活动。所以，他们是如何从公司团建看到商机的呢？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 ATAC 创办人兼 CEO Arthur 于建业来和我们分享公司创立的历程。欢迎 Arthur。来 ，Arthur， 欢迎你跟我们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ATAC 的 CEO and Founder， 谢谢你们今天财经邀访我们来。对 ，OK， 好，我们其实呢非常的好奇哦，其实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成立这样子的一家公司？那其实叫 ATAC 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啊？你初创的灵感其实是什么呢 ？OK， 所以我创办这个 ATAC 的时候是源自2015年11月的时候，那时我才我上大学的第一个 semester 罢了。然后那时我就看到一个，就我的游泳池老板，他的名字叫做 EJ。然后那时我在那个游泳池就 part time as 一个游泳教练，然后我就可能存到了一个，那时我们用了4000块，然后那时我们有8位就游泳池的colleague， 我们就一人放4000块，就我就老板说，就可能我们就一起筹资这一人4000，就总共8位就会有32,000，然后我们就去 import 这个 archery tag。So 我们 ATAC 的名字其实就是源于这个 archery tag。So short form of archery tag 就是 ATAC 了。So 那是我们第一批的游戏。So 因为我们游泳池那边呢，隔壁就有一个空地，就一个室内的空地，就很 underutilized， 所以我们就想，可能我们可以自己学怎样营运一个生意，然后 at the same time 我们又可以带更多人去我们的游泳池，然后可能他们可以玩了过后就认识到我们那个 sport center，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很坦白的回答我。当你自己还是在帮别人打工的时候，如果公司他在计划要做这个团队建设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喜欢团队建设的吗？我当然喜欢了。真的吗？你不用去上班。我以前不太喜欢因为其实很多的公司他们是会选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做团队建设，然后他们可能会把就是员工可能带到一个荒郊野外或者是比较远的一个 hotel， 然后大家里面对，就有很多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呢，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这2天经历了什么你说大家有彼此更加认识吗？可能有一点点啦，但是真的有起到什么作用吗？很像也没有可能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点浪费时间？对，你们会怎么样子去突破，让公司他告诉员工的时候说，我们要找 ATAC 来做团队建设，你要怎么样子打破这种可能员工不太喜欢团队建设的心理？一开始我们都会说我们是 self fun 的，就是我们的 activity 一定要很好玩，那你才会来玩，所以玩是一定要好玩，然后你才不会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去到一个营地，如果你就是做那种比较传统的团建活动，就可能你以前已经做过了，但是可能你公司不知道你也做过了，然后你们就在重做，然后你就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已经做过了就在做，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我们自己创建、我们自己制造的活动或者我们策划的活动，一定要创新，就是要可能用扫码就可以玩了，就用科技。
就好像我比个例子 ，Treasure Hunt 就是寻宝活动，可能在 KLCD， 你就从 hotel 开始，然后你要做 LRT， 以前都是用笔啊，然后给你一张纸，然后你的 mission 都是在纸上，然后你做了可能就要去找我们的一个 marshal facilitator， 然后勾一个勾或者一个 chop， 现在我们就是扫码，然后你的 team 全部可以看到那些 mission， 你需要做的mission， 然后当你做了，你就把你的 photo 啊 video 啊 upload 进去那个程序，过后你就可以拿分，然后拿分了过后累积的这些分数，可能你就可以回到 hotel 来用那些分数，你累积的分数来换取一些器材，然后去 build 一个可能轮椅，然后就是把那个轮椅过后再捐给那种慈善机构，所以就有 CSR 的 element， 所以除了要弄到好玩吸引年轻一代的员工，我们也把 CSR element 放在我们的团建活动，所以当你做团建 at the same time 你又可以 contribute 给那个社会，就可以让大家更有社会责任，可以回馈社会这样子，你也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你在做什么。其实你为什么会觉得说 CSR 的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呢？是你觉得说要让年轻人知道说要回馈社会，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个是什么时候你开始有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我们在马来西亚一点都不普遍，就是企业很多时候都会每年可能就一个 budget 都是花在回馈社会，但是他们就回馈社会就是可能去 visit 孤儿院、老人院，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你都是要做团建的，为什么就不能一起做？然后我们就可能我们一系列的 CSR 团建运动了，就其中一个就是 build wheelchair， 就是制造一个轮椅，或者制造一个书架，然后你可以捐给孤儿院，或者你可以 with 一个 budget， 然后你可以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买了这些可能油啊米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装在一起，然后捐给那种有需要的人，老人院啊或孤儿院啊。这听起来蛮有趣的就是你们其实在团队当中，就是当这个团建在进行的时候，它的成果其实是可以应用在这个日常生活上面的。对，它不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不是说现场做完了就结束了这样子啊。所以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应该就是由公司的核心成员去设计这些活动的吧？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公司里面有哪一些团队的成员，然后其实你会怎么样子让你的成员他们在想活动的时候，你要怎样子去激发他们，去创造出一些有创意的活动？所以我们现在的团队有10位，所以我们部门也不会很多，我们就有一个销售部，然后一个 operation， 然后一个 finance。策划新的活动就是弄一个新的活动出来，通常都是 fall under operation， 然后 operation 弄了一个活动过后，就是销售部去推销。当我们制造那个活动的时候，通常都是由我或者 GM 跟整个 operation team 一起 plan 这个活动要怎样 run，所以每个活动都至少要能够做上3到4个小时，就是半天。当我们制造这些活动了，我们想的一定 customer 要玩的，他们会他们哪里都找不到，就是只有我们有，然后是很创新，他们在外面没有见过，从来没有玩过，所以这是第一。然后我们很讲究 customer centric， 所以如果 customer 不玩了，我们自己也不要去，我们不会卖 customer 不玩的东西，这是第一哦。然后第二就是他们从这个活动一定要能学到什么。所以当我们做团建，不可能是我打一个人或者你对我，所以都是一队人挑战另外一队人。所以当你把他们放在一队的时候，这队人他们一定要能学到沟通能力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which is 领导能力，还有 teamwork。所以我们很注重这3样。所以如果这3样element 就是如果没有领导能力，不能学到沟通能力，不能够学到团队精神的话，那我们就不做这个活动了。所以我们的活动每一个活动我们卖的都能培养出这三个element。我相信其实现在外面竞争也很激烈，对不对？那你们算是一个蛮年轻的公司，要如何在这个行业当中，然后跟别人竞争，然后持续有你们独特的一个样貌啊？这可以跟我们分享。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要怎样子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特别？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年轻，我第二老吧，在团队，我29岁，但是我们好年轻。我们平均年龄，我们团队平均年龄26岁而已，就我们10位，但是只有26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竞争advantage， 因为我们年轻嘛，我们懂年轻人要玩什么，所以这是第一。所以我们做活动一定是比较偏向新一代想要玩的玩法，然后我们利用很多科技。就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就如果我们有1000个人在一个banquet room， 我怎样做一个破冰活动？以前如果你没有科技的话，1000人做破冰活动是超难的，你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很多器材。但是现在如果我跟你说，我只需要2个人，一个用电脑，一个人在台上主持，我就可以做一个破冰活动给1000个人。可能10年前你是想都没人想，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就我们可以把500个人分成红队，500个人分成蓝队，过后他们就用电话扫码，就 LED screen 扫码，过后他们就可以玩一个拔河游戏了。然后那个 LED screen 就会变成一个拔河，左边是红色，右边是蓝色。他们只是需要摇手机，就看500人哪500个人可以摇的强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一个破冰游戏。所以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利用很多的科技来 stand out。which is 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还没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有这个的优势。而且你们有定制的服务，对不对？你们会为不同的公司量身定做，对，不同的游戏，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1-2个为公司定做的游戏，是你们到现在为止都觉得还蛮骄傲的？所以很多顾客都有不一样的需求，所以我们每一次销售部门 reach out to 我们的顾客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一系列的 questionnaire， 就是问他们要半天，要full day， 或者他们需要 2 days 1 night 或者3 days 2 night。可能他们之前就前5年他们去过哪些地方，他们做过哪一些活动，所以如果他们做过了，我们都不会再推销他们做过的东西，然后我们都会销售他们一些他们没做过的、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我们都会了解顾客 after 这个 team building session 他们要 achieve 什么 objective。So 如果他们说我有新的一批人刚进来，所以我要他们break the ice， 他们要 bond 得好一点。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的年龄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看他们的他们是30多岁，还是比较偏向late 40，就是比较多40多岁，还是比较年轻的 Gen Z 可能20多岁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就要比较策划的可以适合大众化，或者如果只是20多30多了，就可能可以比较激烈户外一点的。然后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顾客要 achieve 到什么。所以可能他们要 teamwork， 他们要 communication， 他们很注重这些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放一些 activity 的专注那边的。OK， 因为我知道你们除了有线下的活动之外，你们还有线上的，对不对？对。因为特别是在 COVID 的那段时间，其实你要做 team building 的话，就只能够在线上做嘛。几乎不能想象。是，那其实现在可能还会有蛮大的线上的 team build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对。还有的，还是有，对不对？我不会说我们的营业额占很多线上，就可能 MCO COVID 的时候100% 都是线上。那线上团建就是我们怎样活过来的。之前如果没有线上团建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活不过来。所以线上团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让我们成交到100万的营业额。到现在呢，我们去年做了400万的营业额。但是我觉得只有5% 都是线上的，所以大部分 after COVID 都是线下的。但是线上呢，我们还有这些就是 regional team， 他们就是可能在新加坡，他有些在香港，有些在印尼，有些在马来西亚，但是他们不能每个 quarter 就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做线上。所以每个 quarter 他们就会做一个可能2个小时的 get together， 然后我们就玩一些线上的密室逃脱运动活动。我看你听到一个重点，就是400万的营业额对，2023年，这是蛮亮眼的成绩。那么你对2024年你自己的 projection 是什么呢？
500万吧。500万，500万 ，OK， 所以持续的成长啊。未来其实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因为疫情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啊。你看路上塞车塞得这么严重就知道了。那再加上有很多国外的公司进驻到马来西亚来，我觉得要如何去打进国际公司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个市场里面，可能也会不会是你们未来也想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service 很多 MNC， 就是那种国际公司，就是他们的 office 都是在马来西亚。比如说是谁？说出来吓唬我们一下。可能2021年线上团建的时候，我们有 host 过 Google、Meta、Twitch， 这些都是线上，所以我们半夜的时候我们就 host 他们。然后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都是半夜，我们可以 host 一些 virtual escape room、virtual amazing race。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就 host 我们的 Maybank、Petronas 好累哦，这些公司。但你们有人轮班吗？有。OK， 好。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大家会累散嘛，都是在家上班。OK， 哇，都是蛮厉害的公司，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关于这个是 virtual， 就是虚拟的团建啊，这个也是用科技的方式嘛，对不对？对。所以一开始2020年COVID 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源，那钱也没那么多嘛，这也很难。所以我们第一个线上密室逃脱是用 Google Form 来做的，就是我们自己做，就把它放 image， 然后放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卖了。然后我们也很庆幸就是我们有 Petronas 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线上团建给我们生意的公司，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是有需求了，就人家都在家里，都很需要这种团建活动，把大家聚在一起，至少线上聚在一起是好过没聚在一起。虽然现在听到你们的业绩是这么样子的亮眼，然后现在也做出了成绩，但是我相信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哪一个 moment 是遇到了瓶颈，然后你很想要放弃，但是你现在庆幸说当初是没有放弃，还好熬过来了？有这样子的时刻吗？当然有。就是 COVID 那年吧，我觉得 COVID 那年就是刚开始我就决定要请第一个 full time 的时候，就是2020年3月的时候，就请了 full time， 1个月过后就 MCO 就 lock down 了，所以那时候就很难，然后也 have to let go 这个第一个full time rate。但是我也有想过了，要回去帮人打工，因为我的学历是 actuarial science degree， 所以我可以回去上班，但是我就觉得再试一次试试看这个线上团建，看有没有人买。然后就是有人买，就是有需求，过后我们就从 Google Form 我们再创新一点，我们就请人去 build 比较先进、比较好玩的。然后我们也从 third party， 就是可能在印度那些比较已经有人建出来的虚拟活动，我们就跟他合作，然后 cross sell 他们的 product， 然后我们就越卖越多。过后 that's how we 做到我们的第一个100万，在2021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转折点吧。就是从那边开始，我们就开始一直成长到现在。所以这个也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轻易放弃，对不对？对，要多尝试几次，如果真的不行才放弃不要一开始就放弃。那其实我相信，除了难忘的艰辛的时刻，应该也有一些欢乐的时候，或者是最让你难忘的经验。有没有跟哪一个公司合作的时候，那个体验是特别好的？当然有。我觉得我们最大成就感，最松一口气，就是我们做了1100个人的 event 的时候。OK。然后那个 event alone 我们就捐了135张轮椅给我们马来西亚各州的慈善机构，做1100个人。哇。OK， 1100个人的活动，这要怎么举办呢？我觉得那个你是现场的活动吗？现场有一天的活动。OK。哇，1天的活动，你要去处理这1100多个人的这个动线流动，然后我们只用了50人，用50个人应付这1000多个人。对，所以科技很重要。没有科技，没有创新的活动，我觉得客户也不怎么选我们。Okay. 所以我们都很投资很多时间跟金钱在建立那个科技。你们是会怎么样子让你们的顾客再回来找你们？我觉得这个其实
第一次找他们来，让他们尝试，或许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要让他们满意，然后让他们再回头成为回头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挑战的地方，对吗？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团队也只有10个人，销售部也可能三人，现在3人，可能下个月就变4人，4人做400万，就是其实你想也就想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找上门，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扣 email，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比别人特别好的地方呢，就可能是我们的 branding。所以顾客来找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某某人 of 我们的 company， 就是他看得到我们的 brand。我们在 Google review 有差不多1850个 Google review， 但是我们的分数是 4.9 out of 5。是，其实如果你从零开始 build 的话，就要一段时间，也要 service 很够位。就比如可能你去餐馆，你 book 一个酒店，你都会看 review 先吧，或者你在 Shopee 啦、Lazada 买东西，你都会看 review。所以我觉得当顾客 book 一个团建的时候，团建活动，他也会看我们的 Google review。所以我觉得那方面我们在 branding 做的比别人好。但是如果你问我们怎样拿到这么多 review，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服务我们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公司其实就有一个原则吧，原理就是 philosophy。OK， 我们是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我们团队里面我们都要互相尊敬。所以我的同事我会把他当成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我们都会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但是我们的顾客我们也会 treat 他们 as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我们都把每一个 session 弄得特别好，就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顾客也会给我们 written review， 然后这些 review 都是买不到，这是5星级的 review 都是买不到，但是他们就会在 Google Forever 给别的顾客看，然后顾客就会回头。互相尊重的公司理念啊，这个很重要。那我相信这其实应该不会是你最后一次创业吧？你有了这个成功经验之后，应该现在目前有其他的想法吗？我觉得 ATech 还能增长很多，我觉得400万在这个 market size 我觉得太少了。我们还很年轻我觉得未来10年我们的理念是要做第一。OK， 我们在马来西亚做第一，做了第一过后，当然下一个就是出国做第一。OK， 所以我们其实在年尾也要在可能印尼就可能看有哪里有可以set up 一个 office， 然后可能要打进印尼的市场，因为我觉得印尼市场也可以跟马来西亚相比，可能还会更多。那就祝福你们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谢谢你们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可以成功。最后的最后，如果现在有年轻的创业者他想要创业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忠告给他们？其实创业很多时候都是说，第一都是资本嘛，所以我觉得 saving 就是储蓄真的是很重要。就在你不管你什么年龄，你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好，或者你现在已经上班了都好，我觉得储蓄不单只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个 discipline。当你有了 capital， 你可以 start a business。当你 start a business 过后，就当然你要什么都会，但是你也不一定什么都会得完，所以你一定要，但至少可能你因为我 start 的 business 的经验就大概有就9年了吧，就从我中学开始到现在，你一定要会一点的 HR， 你要会 accounting， 你要会 sales， 你要会 marketing， 然后你要会 leadership、communication，how to work in a team。So 这些东西呢，学校没教吧，然后你可能爸爸妈妈也很少有机会教你这些，就可能你出了社会，你可能也只能学到一个 sales， 但是别的你都很多时候你要自己去学，自己有那个 initiative， 要自愿去学。其实很多东西这些上网的时候，就 Instagram 都可以学到，但是有没有去take action， 就去行动，这是很重要。很多人有 idea， 但是没有去 execute。我觉得 execute 那 part 是很重要，就去行动。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来自 AdTech 的 Arthur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相信今天有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呢，特别是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肯定是有所收获的。再次谢谢你，也再次的祝福你们的公司，也希望你们可以越发展越好。谢谢你。Thanks, Isaac。那不晓得大家对于 AdTech 这家公司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在 YouTube 上面观看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